大家好，欢迎回来。本小节我们来继续学习一下 STM32 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功能哈。这个输出比较功能还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用来输出 PWM 波形的。PWM 波形又是驱动电机的必要条件，所以你如果想用 STM32 做一些有电机的项目，比如智能车、机器人等啊，那这个输出比较功能就要好好学学了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小节程序的现象。本小节共有3个程序，第一个是 PWM 驱动 LED 呼吸灯，第二个是 PWM 驱动舵机，第三个是 PWM 驱动直流电机。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程序的现象啊，下载，看一下面包板，在这个 PA0 端口上我接了个 LED 啊，可以看到这个 LED 正在不断的变换亮度，实现了一个呼吸灯的效果啊。那大家知道我们这个 GPIO 口是一个数字输出的端口，输出电平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按理说 LED 只有完全亮和完全灭2种状态啊，怎么能实现 LED 连续的调控亮度呢？那这就是 PWM 的功劳了，我们等会儿就来学习哈。这就是第一个程序的现象。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程序 PWM 驱动舵机，下载，看一下。我们拿一下这个舵机哈，然后按一下这个按键，可以看到舵机输出轴的角度在不断的变换哈。另外 OLED 上也显示了当前的角度，每按一下角度变亮就变一次，舵机也会随即跟随变化到指定的角度固定下来。当然这个角度你可以任意设置哈，在这里演示的例子我就只用按键进行简单的修改了哈。这就是第二个程序的现象。接下来看一下第三个程序 PWM 驱动直流电机，下载，看一下，按一下按键，可以看出电机已经转起来了哈。OLED 上显示的是当前的速度值，目前是正20，然后再按一下，速度就更快了，速度值变为正40，然后再按一下，再按一下正80，再按一下正100，现在就是正向满速旋转了。再按一下，速度由正100变为负100，电机立刻变为反向满速旋转，然后继续按就是负80、负60、负40、负20，然后回到0，电机停止。这就是第三个程序的现象。我们可以任意的设置电机旋转的方向和速度哈，这里的速度值也是可以根据程序任意更改的。不过在这里演示我就写的比较简单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PPT， 看一下这个输出比较模块是如何来控制这些设备的。首先看一下简介，输出比较它的英文是 OC， 全称是 Output Compare， 直译就是输出比较的意思。在这个库函数中经常会出现这些英文缩写哈，所以要了解一下，要不然他写个 OC 你不知道是啥意思，那不就尴尬了吗？另外还有 IC， 全称是 Input Capture， 意为输入捕获，还有 CC， 全称是 Capture Compare， 一般表示的是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的单元。这就是这些英文缩写哈，了解一下。然后看一下下一条，输出比较电路可以通过比较 CNT 计数器与 CCR 捕获比较寄存器值的关系，来对输出电平进行至1、至0或翻转的操作，用于输出一定频率和占空比的 PWM 波形。这就是输出比较模块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输出一定频率和占空比的 PWM 波形。这个 CNT 和 CCR 是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这一块就是输出比较的电路， CNT 在这里哈，就是实际单元里面的计数器， CCR 是这里，就是捕获比较寄存器。刚才我们说了 CC 就是捕获比较的意思， R 是 Register 寄存器的意思，所以 CCR 就是捕获比较寄存器。这个捕获比较寄存器是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共用的，当使用输入捕获时它就是捕获寄存器，当使用输出比较时它就是比较寄存器。那在输出比较这里，这块电路会比较 CNT 和 CCR 的值， CNT 计数至真， CCR 是我们给定的一个值。当 CNT 大于 CCR、小于 CCR 或者等于 CCR 时，
这里输出就会对应的至一、至零、至一、至零，这样就可以输出一个电平不断跳变的 PWM 波形了。这就是输出比较的基本功能。然后回到这里继续来看，后面2条是每个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都拥有4个输出比较通道，并且高级定时器的前3个通道额外拥有死区生成和互补输出的功能。这2条内容也可以通过这个结构图看出来哈。在这里看到，基本定时器是最简单的，并没有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的功能哈，所以我们本小节的功能不能在基本定时器上使用。然后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这里都有4个输出比较的通道，可以同时输出4路 PWM 波形。这4个通道有各自的 CCR 寄存器，但是它们是共用一个 CNT 计数器的。然后高级定时器这里前3个输出比较通道还额外具有死区生成和互补输出的功能，这个是用于驱动3相无刷电机的哈，我们本课程暂时不作为重点内容。我们主要学习的是这个通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功能。好，那么回到这里，现在我们对这个输出比较的用途就应该大概清楚了啊，就是用来输出 PWM 波形的。那什么是 PWM 波形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 PPT， 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 PWM 波形哈。那首先 PWM 它的英文全称是 Pulse Width Modulation， 意思是脉冲宽度调制。这个 PWM 波形是一个数字输出信号哈，也是由高低电平组成的，像这个图里一样哈，低电平、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低电平，这样的一个连续变化电平信号。那要这个信号有什么用呢？接着看下一条，在具有惯性的系统中，可以通过对一系列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来等效的获得所需要的模拟残量，常应用于电机控速等领域。也就是说，使用这个 PWM 波形是用来等效的实现一个模拟信号的输出，也就是我们最开始提的问题，数字输出端口控制 LED， 按理说 LED 只能有完全亮和完全灭2种状态啊，怎么能实现控制亮度大小呢？那通过这个 PWM 波形就可以实现。我们让 LED 不断点亮熄灭，点亮熄灭，当这个点亮熄灭的频率足够大时， LED 就不会闪烁了，而是呈现出一个中等亮度。当我们调控这个点亮和熄灭的时间比例时，就能让 LED 呈现出不同的亮度级别。对于电机调速也是一样哈，我们以一个很快的频率给电机通电、断电、通电、断电，那么电机的速度就能维持在一个中等速度。这就是 PWM 的基本思想，看起来也是一个挺简单的方法是吧？ PWM 的秘诀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只要我闪得足够快，你就发现不了我到底是闪着亮的还是一个正常的平稳的亮度。当然 PWM 的应用场景必须要是一个惯性系统哈，就是说 LED 在熄灭的时候，由于余晖和人眼视觉暂留现象， LED 不会立马熄灭，而是有一定的惯性，过一小段时间才会熄灭。电机也是啊，当电机断电时，电机的转动不会立马停止，而是有一定的惯性，过一会儿才停。这样具有惯性的系统才能使用 PWM。 那在这个图里也可以看出啊，这种高低电平跳变的数字信号，它是可以等效为中间这个虚线所表示的模拟量的。当这个上面电平时间长一点，下面电平时间短一点的时候，那等效的模拟量就偏向于上面。当下面电平时间长一点，上面电平时间短一点的时候，等效的模拟量就偏向于下面。那在使用 PWM 时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参数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参数就是频率，它等于 TS⁻1， TS 就是下图的这里哈，代表一个高低电平变换周期的时间，周期的倒数就是频率，对吧？ PWM 的频率越快，那它等效模拟的信号就越平稳，不过同时性能开销就越大哈。一般来说 PWM 的频率都在几千到几十千赫兹，这个频率就已经足够快了哈。然后第二个参数就是占空比，它等于 Ton 比上 TS，Ton 是这里高电平的时间哈， TS 是一个周期的时间，那 Ton 比上 TS 就是高电平时间相对于整个周期时间的比例啊，一般用百分比来表示。
比如占空比为 50%， 那就是高低电平时间相等的方波啊。占空比为 20%， 那就是高电平占 20%， 低电平占 80%。占空比为 100%， 那就直接是高电平不带变的啊。占空比 0%， 那就直接是低电平。这就是占空比。占空比决定了 PWM 等效出来的模拟电压的大小。占空比越大，那等效的模拟电压就越趋近于高电平；占空比越小，那等效的模拟电压就越趋近于低电平。这个等效关系一般来说是线性的哈。比如高电平是5伏，低电平是0伏，那 50% 占空比就等效于中间电压，就是 2.5 伏。20% 占空比就等效于1/5处的电压，就是1伏。这就是占空比哈。那最后一个参数就是分辨率，它等于占空比变化步距。比如有的占空比只能是 1%、2%、3%等等，这样以 1% 的步距跳变，那它的分辨率就是 1%。如果可以 1.1%、1.2%、1.3% 等等，这样以 0.1% 的步距跳变，那它的分辨率就是 0.1%。所以这个分辨率就是占空比变化的细腻程度啊。这个分辨率需要多高，得看你实际项目的需求哈。如果你既要高频率又要高分辨率，这又对硬件电路要求比较高了哈。不过一般要求不高的话，1%的分辨率就也已经足够使用了。那这些就是 PWM 的知识点。使用 PWM 波形就可以在数字系统等效输出模拟量，就能实现 LED 控制亮度、电机控速等功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哈。定时器的输出比较模块是怎么来输出 PWM 波形的呢？这里这个图是高级定时器前3个通道的输出比较部分电路，下面这个图是通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部分电路，包括高级定时器的第4个通道啊，和这个结构也基本是一样的。我们先看一下通用定时器的这个结构，这个图对应的就是这个图里的这部分电路。左边是 CNT 和 CCR 比较的结果，右边就是输出比较电路，最后通过 TIM CH1 输出到 GPIO 引脚上，然后下面还有3个同样的单元，分别输出到 CH2、CH3、CH4 哈。那我们回到这里来看一下，在这个图里，左边就是 CNT 计数器和 CCR1 第一路的捕获比较计算器啊。它俩进行比较，当 CNT 大于 CCR1 或者 CNT 等于 CCR1 时，就会给这个输出模式控制器传一个信号哈，然后输出模式控制器就会改变它输出 OC1 REF 的高低电平。REF 信号实际上就是指这里信号的高低电平哈。这个 REF 是 reference 的缩写，意思是参考信号，这个稍微记一下哈，之后还会见到。然后上面这里还有个 ETRF 输入，这是定时器的一个小功能哈，一般不用，不需要了解。接着这个 REF 信号可以前往主模式控制器，你可以把这个 REF 映射到主模式的 TRGO 输出上去。不过 REF 的主要去向还是下面这一路啊，通过下面这一路到达这里，这是一个即兴选择哈，给这个计算器写0，信号就会往上走，就是信号电平不翻转。进来啥样，出去还是啥样。写1的话，信号就会往下走，就是信号通过一个非门取反，那输出的信号就是输入信号高低电平反转的信号。这就是即兴选择，就是选择是不是要把高低电平反转一下。那接着就是输出死能电路了，选择要不要输出。最后就是 OC1 引脚，这个引脚就是 CH1 通道的引脚哈。在引脚定音表里就可以知道具体是哪个 GPIO 了。那现在输出的通道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这个输出模式控制器，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什么时候给 REF 高电平，什么时候给 REF 低电平。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表哈，这就是输出比较的8种模式，也就是这个输出模式控制器里面的执行逻辑。这个模式控制器的输入是 CNT 和 CCR 的大小关系，输出是 REF 的高低电平，里面可以选择多种模式来更加灵活的控制 REF 输出。这个模式可以通过寄存器来进行配置，
你需要哪个模式就可以选哪个模式。那具体都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第一个模式是冻结，描述是 CNT 等于 CCR10，REF 保持为原状态。CNT 等于 CCR10 维持原状态，那其实这个 CNT 和 CCR 就根本没有用是吧？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CNT 和 CCR 无效， REF 保持为原状态，这都是一样的效果。那这个模式也比较简单哈，它根本就不管 CNT 谁大谁小，直接 REF 保持不变，维持上一个状态就行了。这有什么用呢？比如你正在输出 PWM 波，突然想暂停一会儿输出，就可以设置成这个模式。一旦切换为冻结模式后，输出就暂停了，并且高低电平也维持为暂停时刻的状态，保持不变。这就是冻结模式的作用。然后接着看下面这三个模式：匹配时至有效电平、匹配时至无效电平和匹配时电平翻转。这个有效电平和无效电平啊，一般是高级定时器里面的一个说法，是和关断、刹车这些功能配合表述的。他说的比较严谨哈，所以叫有效电平和无效电平。在这里为了理解方便，你可以直接认为至有效电平就是至高电平啊，至无效电平就是至低电平，这样就行了。那这三个模式都是当 CNT 与 CCR 值相等时执行操作。第一个是 CNT 等于 CCR 时， REF 至有效电平，也就是高电平。第二个是相等时至无效电平，也就是低电平。第三个是相等时电平翻转。这些模式就可以用作波形输出了哈。比如相等时电平翻转这个模式，这个可以方便的输出一个频率可调、占空比始终为 50% 的 PWM 波形。比如你设置 CCR 为0，那 CNT 每次更新清零时，就会产生一次 CNT 等于 CCR 的事件，这就会导致输出电平翻转一次，每更新2次输出为一个周期，并且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是始终相等的，也就是占空比始终为 50%。 当你改变定时器更新频率时，输出波形的频率也会随之改变，它俩的关系是输出波形的频率等于更新频率除以2，因为更新2次输出才为一个周期，对吧？这就是这个匹配时电平翻转模式的用途。那上面这两个相等时至高电平和低电平，感觉用途并不是很大哈，因为它们都只是一次性的，至完高或低电平后就不管事儿了。所以这俩模式不适合输出连续变化的波形。如果你想定时输出一个一次性的信号，那可以考虑一下这两个模式。然后继续看一下下面这里的两个模式，强制为无效电平和强制为有效电平。这两个模式是 CNT 与 CCR 无效， REF 强制为无效电平或者强制为有效电平。这里这两个模式和冻结模式也差不多哈。如果你想暂停波形输出，并且在暂停期间保持低电平或者高电平，那你就可以设置这两个强制输出模式啊。接下来看一下最后两个模式， PWM 模式1和 PWM 模式2。这俩模式就非常重要了哈，它们可以用于输出频率和占空比都可调的 PWM 波形，也是我们主要使用的模式。来看一下描述，在 PWM 模式1，并且计数器为向上计数的情况下，它是 CNT 小于 CCR10， REF 至有效电平， CNT 大于等于 CCR10， REF 至无效电平。在向下计数的情况下，是 CNT 大于 CCR10， REF 至无效电平， CNT 小于等于 CCR10， REF 至有效电平。这个情况比较多哈，一般我们都只使用向上计数，所以这里向下计数的描述我们就暂时不看了。它们之间也只有大小关系、极性啊这些东西不同，基本思想都是一样的哈。我们着重分析一个向上计数的就可以了。然后再对比看一下 PWM 模式2，在向上计数的情况下， CNT 小于 CCR10， REF 至无效电平， CNT 大于等于 CCR10， REF 至有效电平。经过观察可以发现哈，它的大小比较关系和上面这是一样的，区别就是输出的高低电平反过来了。所以 PWM 模式2实际上就是 PWM 模式1输出的取反，改变 PWM 模式1和 PWM 模式2，就只是改变了 REF 电平的极性而已哈。从上面这个图里可以看到， REF 输出之后还有一个极性的配置，所以使用 PWM 模式1的正极性，
和 PWM 模式2的反极性，最终的输出是一样的。这里设计的比较灵活输出模式里可以设置极性，最终输出之前也可以设置极性。那这就是两个模式的区别。所以使用的话，我们可以只使用 PWM 模式1，并且是向上计数这一种模式就行了。那这种模式是怎么输出频率和占空比都可调的 PWM 波形呢？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 PPT， 在这里我给出了输出 PWM 的基本结构，这也是我们本节课的重点内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左上角这里是实际单元和运行控制部分，在左边是时钟元选择这里省略了，这些都是上一小节的内容，在这里还需要继续使用，只不过是这里更新事件的中断申请我们不需要了输出 PWM 暂时还不需要中断。这就是实际单元的部分，配置好了实际单元，这里的 CNT 就可以开始不断的自增运行了。然后下面这里就是输出比较单元了，总共有4路。输出比较单元的最开始是 CCR 捕获比较计算器， CCR 是我们自己设置的CNT 不断自增运行，同时它俩还在不断进行比较。后面这个就是输出模式控制器在这里我就以 PWM 模式1为例子来讲解了。这里面是 PWM 模式1的执行逻辑CNT 小于 C 加 10，REF 至有效电平 ，CNT 大于等于 C 加 10，REF 至无效电平。那它是怎么输出 PWM 波形的呢？我们看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图，这里蓝色线是 CNT 的值，黄色线是 ARR 的值。蓝色线从0开始自增，一直增到 ARR， 也就是99，之后清零继续自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设置一条红色线，这条红色线就是 CCR， 比如我们设置 CCR 为30，之后再执行这里的这个逻辑。下面这里绿色线就是输出，可以看到在这一块 CNT 小于 CCR， 所以至高电平。之后这里 CNT 就大于等于 CCR 了，所以就变为低电平。当 CNT 溢出清零后， CNT 又小于 CCR， 所以至高电平。再之后就又是 CNT 大于等于 CCR 至低电平，这样一直持续下去， REF 的电平就会不断变化，并且它的占空比是受 CCR 值的调控的。如果 CCR 设置高一些，输出的占空比就变大， CCR 设置低一些，输出的占空比就变小。这就是 PWM 模式的工作流程。这里 REF 就是一个频率可调、占空比也可调的 PWM 波形，最终再经过极性选择、输出使能，最终通向 GPIO 口，这样就能完成 PWM 波形的输出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PWM 的参数是如何计算的吧。第一个 PWM 频率，看一下上面这个图从这里到这里为 PWM 的一个周期，可以看出它始终对应着计数器的一个溢出更新周期，所以 PWM 的频率就等于计数器的更新频率。下面这个式子 CKPSC 除以 PSC 加1再除 ARR 加1，就是计数器的更新频率公式然后接着是占空比参数，我们再看一下上面这个图，从这里到这里 CNT 是从0一直加到 ARR， 比如 ARR 是99，那 CNT 总共就是记了100个数。再看高电平的时间，就是从这里到这里 CNT 是从0一直加到 CCR， 比如 CCR 是30，注意这里在等于30的瞬间就已经跳变为低电平了，所以 CNT 从0到29是高电平，总共是30个数的时间，所以这里占空比就是30除以100等于 30%。 总结一下公式，就是占空比等于 CCR 除以 ARR 加1。那最后还有一个参数就是分辨率，也就是占空比变化的步距。从上面这个图可以看出CCR 的值应该设置在0到 ARR 加1这个范围里， CCR 等于 ARR 加1时，占空比就正好是100%。如果 CCR 再大一些，那占空比就始终是100%，没有意义的。所以 CCR 的变化范围取决于 ARR 的值， ARR 越大
CCR 的范围就越大，对应的分辨率就越大。所以总结一下公式就是，分辨率等于 AR 加1/1。注意我这里定义的分辨率是占空比最小的变化步距哈，所以这个值是越小越好。你也可以把 CCR 的范围定义成分辨率，那就是值越大越好。总之就是占空比变化的越细腻越好。好，这就是这些参数的计算公式哈。如果我要求你输出一个频率为1000赫兹，占空比可任意调节，且分辨率为1%的 PWM 波形，那你会不会用这里的公式来确定合适的参数呢？大家可以先想一想哈，我们下一小节就会来实际操作一下的。那到这里有关 PWM 输出的内容就讲完了。最后我们再回过来简单的看一下高级定时器的输出比较电路。这个电路大家仅做了解即可哈，不需要掌握。那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我们可以这样啊，从这里画一个圈，把这个圈里面的东西去掉哈，那它就跟通用定时器的电路是一样的了。那这个圈里的电路到底有什么用呢？这就需要和外部电路来一起理解了。在它外面通常要接一个这样的电路哈，上面是正极，接着是一个大功率开关管，一般都是 MOS 管哈，就是一种大功率电子开关，然后再来一个 MOS 管，最后到 GND。MOS 管左边是控制极，比如说给高电频，右边2根线就导通，低电频就断开。下面也是一样哈，有一个控制极，高电频导通，低电频断开。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推挽电路，中间是输出啊。如果上管导通，下管断开，那输出就是高电频；如果下管导通，上管断开，那输出就是低电频。如果上下管都导通，那就是电源短路哈，这样是不允许的。如果上下管都断开，那输出就是高阻态。这就是推挽电路的工作流程。如果有2个这样的推挽电路，那就构成了 H 桥电路，就可以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了。如果有3个这样的推挽电路，那就可以用于驱动3相无刷电机了。这就是这个电路的用途啊。那对于这个电路来说，如果直接用单片机来控制的话，那就需要2个控制极，并且这2个控制极电频是相反的，也就是互补。因为上管导通，下管就必须断开，下管导通，上管就必须断开。那知道了外围电路的需求，再来理解内部电路结构，那自然就好理解了。首先这个 OC1 和 OC1N 就是2个互补的输出端口，分别控制上管和下管的导通和关闭。然后是在切换上下管导通状态时，如果在上管关断的瞬间，下管立刻就打开，那可能会因为器件的不理想哈，上管还没有完全关断，下管就已经导通了，出现了短暂的上下管同时导通的现象，这会导致功率损耗哈，引起器件发热。所以在这里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就有了死渠生成电路，它会在上管关闭的时候延迟一小段时间，再导通下管，下管关闭的时候延迟一小段时间，再导通上管，这样就可以避免上下管同时导通的现象了。好，这就是死渠生成和互补输出的用途，我就讲这么多哈，大家了解一下即可。那到这里 STM32 内部是如何产生 PWM 波形的，我就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STM32 的外部设备。在这里有舵机啊，可以用 PWM 信号来控制舵机输出轴的角度啊，还有直流电机，可以用 PWM 来控制电机的速度。那先看一下舵机哈，第一条，舵机是一种根据输入 PWM 信号占空比来控制输出角度的装置。下面这个图就是我们套件里的舵机哈，型号是 SG90， 它有3根输入线，2根是电源线，1根是信号线。我们的 PWM 就是输入的这个信号线来控制舵机的。在这边有一个白色的输出轴，它的轴会固定在一个指定的角度不动哈。至于固定在哪个位置，是由信号线的 PWM 信号来决定的。这就是舵机的工作方式。然后中间这个是舵机的一个拆解图哈。在这里可以看到，里面的结构有舵机上盖、输出轴、减速齿轮组，下面这里是直流电机、舵机控制板、电位器。可以看出，舵机其实并不是一种单独的电机哈，它的内部是由直流电机驱动的，它里面还有一个控制电路板，是一个电机的控制系统哈。
大概的执行逻辑是 PWM 信号输入到控制板，给控制板一个指定的目标角度，然后这个电位器检测输出轴的当前角度，如果大于目标角度，电机就会反转；如果小于目标角度，电机就会正转，最终使输出轴固定在指定角度。这就是舵机的内部工作流程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只需要知道输入一个 PWM 波形，输出轴固定在一个角度就行了。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输入 PWM 信号的要求，就是 PWM 的周期为20毫秒，对应的就是50赫兹哈。高电频宽度为 0.5 毫秒到 2.5 毫秒，就是占空比是这个范围。这个范围对应的输出角度啊，看一下右边的这个图。我们这是一个180度的舵机哈，输出轴的角度是负90度到正90度，或者你规定是0到180度，这都是没问题的哈。然后输入信号脉冲宽度周期是20毫秒，也就是这个上升沿到下一个上升沿，这之间的时间是20毫秒。然后高电频的时间，如果是 0.5 毫秒，对应的角度就是负90度；如果是1毫秒，对应的角度就是负45度；如果是 1.5 毫秒，对应的角度就是0度；如果是2毫秒，对应的角度就是正45度；如果是 2.5 毫秒，对应的角度就是正90度。也就是说 0.5 毫秒对应负90度， 2.5 毫秒对应正90度，中间的对应关系都是线性分配的哈，按比例来。你给个 PWM， 输出轴就会固定在一个角度。那实际应用的话，比如机器人、机械臂，可以用舵机来控制关节；遥控车、遥控船可以用舵机来控制方向，还有一些其他的机械结构啊，都可以考虑用一下这个舵机。那这些就是舵机的大概介绍了。这里 PWM 波形它其实是当做一个通信协议来使用的哈，跟我之前说的用 PWM 等效一个模拟输出关系不大。把 PWM 当成一个通信协议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应用哈，因为很多控制器都有 PWM 输出的功能，而且 PWM 只需要一根信号线就行了，这也是一种应用形式哈。那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舵机的硬件链路吧。在这里硬件链路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先看一下上面这个引脚定义图哈。在这个舵机上有3根线，分别是黑、红、黄，对应的黑色是电源负极接 ND， 红色是电源正极，这里5伏舵机就接正5伏哈。黄色是信号线接 PWM 信号。我们上面这个舵机哈，线的颜色不太一样，这里是棕红橙，对应的棕色是电源负，红色是电源正，橙色是信号线，引脚顺序是一样的哈。然后右边这个是黑红白，那就是黑负红正白信号。如果你不确定啊，就到你的商品页面去看一下哈，一般都会有个引脚说明。然后继续看这个电路，实际应用的话，接 ND 就接 ND， 电源正的5伏，这个是电机的驱动电源哈。一般电机都是大功率设备，它的驱动电源也必须是一个大功率的输出设备哈。如果能像这样单独提供供电，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不能，那也要注意电源的功率是不是能达标。如果单独供电的话，供电的负极要和 STM32 共地，然后正极接在5伏供电引脚上。对于我们套件的话，可以直接从 ST-Link 的5伏输出角哈，引一根线接到这里，这样就是使用 USB 的5伏供电，也是可以带得动的哈。这就是供电。那最后就是信号线 PWM， 就直接接到 STM32 引脚上就行了，比如 PA0， 因为这个舵机内部是有驱动电路的，所以我们单片机的引脚就可以直接接到这里来。我们这个 PWM 只是一个通信线，是不需要大功率的哈。好，舵机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直流电机，这个是直流电机和驱动的简介哈。因为这个直流电机是一个单独的电机，里面没有驱动电路，所以我们就要外挂一个驱动电路来控制了。那我们看一下第一条，直流电机是一种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就是通电就转，对吧？它有2个电极，当电极正接时，电极正转；当电极反接时，电极反转。比如下面这个图片，就是我们套件里的电机哈，型号是130直流电机。
这里有2个音阶，当我们一边接正一边接负，电机就朝一个方向转哈。如果我们把正负极对调，那电机就会朝另一个方向转。这个操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哈。然后继续看一下第2条，直流电机属于大功率器件 ，GPL 口无法直接驱动，需要配合电机驱动电路来操作。这个注意一下，电机这类器件基本上都属于大功率设备了，必须要加驱动电路才能控制。电机驱动电路也是一个研究课题哈。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驱动电路可以选择，比如 TB6612、DRV8833、L9110、L298N 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电机驱动芯片哈。另外还有一些用分离元件、MOS 管搭建的电路，这个功率可以做得更大一些。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用 MOS 管来设计电路，这都是没问题的。感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那我们本课程就直接使用 TB6612 这款电机驱动芯片来驱动电机了。使用现成的芯片还是挺方便的哈，别人都把电路设计好集成在芯片里了，我们直接拿来用就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TB6612 是一款双路 H 桥型的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可以驱动2个直流电机并控制其转速和方向。这个芯片里面是有2路驱动电路的，可以独立的控制2个电机。又因为它是 H 桥型的驱动电路，里面一路有4个开关管，所以就可以控制正反转。像有些芯片比如 ULN2003， 它里面一路就只有1个开关管，所以它就只能控制电机在一个方向转。那下面这个图就是这个电机驱动板的样子，上面的芯片就是 TB6612， 外围电路就只需要3个滤波电容就行了。可见这个芯片的集成度还是非常高的哈，基本上不需要我们再加什么东西了。然后右边这个就是 H 桥电路的基本结构，它是由2路推挽电路组成的，这个我们刚才也分析过哈。比如左边这个上管导通，下管断开，那左边输出就是接在 VM 的电机电源正极，下管导通上管断开，那就是接在 PGND 的电源负极。如果有2路推挽电路，中间这里接一个电机，左上和右下导通，那电流就是这样的，从左流向右边，右上和左下导通，那电流就反过来了，从右边流向左边。H 桥可以控制电流流过的方向，所以它能控制电机正反转。这就是这个电机驱动芯片内部的部分电路哈，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即可，应用的话也不用管这么多。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怎么用这个驱动芯片吧。我们看一下硬件电路，在这左边就是这个电机驱动模块的硬件电路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左下角 VM 就是电机电源的正极了，这个和刚才舵机的电源要求是一样的哈，要接一个可以输出大电流的电源。右边引脚定义看一下，这个 VM 是驱动电压输入端，范围是 4.5 到10伏，这个电压一般和你电机额定电压保持一致哈。比如如果你是5伏的电机，这里就接5伏，如果你是 7.2 伏的电机，这里就接 7.2 伏，这个是 VM。 然后下一个引脚是 VCC， 这个是逻辑电平输入端哈，范围是 2.7 到 5.5 伏，这个要和我们控制器的电源保持一致。比如你使用 STM32 是 3.3 伏的器件，那就接 3.3 伏，如果是51单片机是5伏的器件，那就接5伏。这个引脚并不需要大功率哈，所以可以和控制器共用一个电源。然后第3个引脚是 GND， 这个就接系统的负极就行了。然后板子这右边还有2个 GND， 这个都是一样的引脚哈，在板子内部都是连通的，随便选一个 GND 用就可以哈。然后继续看，这里 AO1、AO2、BO1、BO2 就是2路电机的输出了，可以像这样分别接2个电机。AO1 和 AO2 就是 A 路的2个输出，它的控制端就是上面的这3个 PWM-A、AIN2 和 AIN1， 这3个引脚控制下面 A 路的1个电机。这里对应关系我也用灰色填充给大家标出来了哈，方便大家观看。那这3个引脚就直接接到单片机的 GPL 口就行了，其中 PWM-A 引脚要接 PWM 信号输出端，其他2个引脚可以任意接2个普通的 GPL 口。那这3个引脚给一个低功率的控制信号，驱动电路就会从 VM 汲取电流来输出到电机，这样就能完成低功率的控制信号，控制大功率设备的目的了。那然后右边这一路也是一样，
BO1 和 BO2 是 B 路的两个输出，它的控制端是上面右边的 BIN1、BIN2 和 PWMB 这三个音脚，两路的功能和操作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哈。最后还剩一个 STBY 音脚，这个是待机控制角，如果接 GND 芯片就不工作，处于待机状态，如果接逻辑电源 VCC 芯片就正常工作。这个音脚如果不需要待机模式的话，可以直接接 VCC 3.3伏，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任意接一个 GPIO， 给高低电平就可以控制了。好，这就是这个电机驱动板的硬件链路。那这三个角是如何控制电机正反转和速度的呢？我们看一下右下角这个表，这里输入是 IN1、IN2、PWM 和 STBY。STBY 低电平就待机，高电平就正常工作，这个不用看了哈。然后右边是输出 O1、O2 和模式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如果 IN1 和 IN2 全都接高电平，两个输出就都为低电平，这样两个输出没有电压差，电机是不会转的。如果 IN1 和 IN2 全都接低电平，输出直接关闭，这样电机也是不会转的。全高或全低，电机都不能转，那剩下的就只有一高一低了，是吧？这里如果 IN1 给低电平， IN2 给高电平，电机就是处于反转状态。那转还是不转呢？要取决于 PWM。如果 PWM 给高电平，那输出就是一低一高，有电压差了，电机可以转，这时候定义的是反转，开始转了哈。如果 PWM 给低电平，那输出两个低电平，电机还是不转，这就是反转的逻辑。IN1 给低， IN2 给高， PWM 高转低不转。如果 PWM 是一个不断翻转的电平信号，那电机不就是快速的反转停止反转停止了吗？如果 PWM 频率足够快，那电机就可以连续稳定的反转了，并且速度取决于 PWM 信号的占空比，这就是反转的工作流程。在这里的 PWM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使用 PWM 来等效一个模拟量的功能呢。然后看下面正转也是差不多哈，这里给 IN1 高电平， IN2 低电平，这样电机就是正转状态。那是转还是不转呢？要取决于 PWM 信号， PWM 高正转，低停止。如果 PWM 频率足够快，那电机就是连续稳定的正转了，并且速度取决于 PWM 信号的占空比。好，那有关这个电机驱动模块的介绍到这里就讲完了哈。本节课的内容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那最后还是大概的看一下手册哈。本小节设计的章节有这个捕获比较通道，这里面有这个捕获比较单元的一些电路图哈。我们本小节讲的是输出比较的部分，输入捕获这部分之后再讲哈。然后就是这三单元，有强制输出模式，就是 CNT 和 CCR 无效， REF 强制为高和低的那两种模式啊。输出比较模式就是 CNT 等于 CCR 时， REF 是冻结、至高、至低还是翻转的那四种模式。最后是 PWM 模式，这个比较重要哈，就是 CNT 大于或小于 CCR 时， REF 至高或至低的那两种模式。这些就是本小节涉及的知识点哈，更多细节问题大家可以再详细研究一下手册。基本的内容我都讲过了哈，在这里就不再带大家细看手册了。另外看这个手册的时候，可能它的语言会比较晦涩难懂哈，而且它这里面经常会像这样引用一大堆寄存器的名字，所以看的时候还要多对照寄存器介绍来理解。这些寄存器的解释啊，也都是很重要的内容。把功能描述和寄存器描述都对照看看，这样才好懂一些哈。好，那本小节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小节再来学习一下 PWM 的代码部分。